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阅读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5月3日，在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实时通讯。这是今天的独家见解。独家洞察：朱镕基赋税制埋下的伏笔，巨额地方政府债务成因之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78年开始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进行垂直管理。地方政府的收与支，很大程度上由中央政府决定，地方政府债务不是一个问题。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了许多财政权力，地方政府有了一定预算制定权和支出决定权。地方政府每年仅向中央政府缴纳一定数量的财政收入，剩余部分可以自行决定用途。财政权力下放的好处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越多，自己能留下的剩余部分越多，留下的越多，可以用于地方经济发展的资金越多，经济增长的越快，从而来年可以留下的财政收入更多。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自我持续的过程。但是缺点也显而易见，经济规模随着增长率提高快速变大，但上交到中央政府部分没有随之快速增长，而中央政府的支出却因经济规模变大快速增长，因而中央财政入不敷出问题严重，政治权威受损，曾经出现过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借钱的事情。1994年，为了解决中央财政持续入不敷出的问题，时任副总理朱镕基主导了赋税制改革，重新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比例。通过这个改革，中央政府将大部分税收收入拿走，同时只承担小部分的财政支出，地方政府的支出和收入存在的大量差额，可以通过向中央政府申请转移支付，或者出卖土地，在中国，土地归地方政府所有，或者借债来补齐。大约20年前建立的畸形的税制，为目前巨额地方政府债务埋下了伏笔。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成因系列之一，作者李卫军，中国简报特约经济学家。随着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美国投资者对中国的兴趣降温。金融时报：随着两国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美国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兴趣有所下降。自2021年11月以来，追踪中国股市的最具流动性的美国上市期权的交易活动减少了1半以上，标志着交易活动显得降温。政治紧张局势包括对中国能否维持其经济流动的怀疑，以及对政府加强对公司的监督和进一步制裁的担忧。由于中国政府监管风险增加以及制裁风险，许多投资者变得格外谨慎，所有这些都促使投资者远离中国。塔利班与中国特使将在巴基斯坦会面，推进一带一路。彭博社：阿富汗外交部长阿米尔·汗·穆塔奇 Amir Khan Muttaqi 正在前往巴基斯坦与中国外长秦刚讨论参与中国60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的可能性。资金短缺的阿富汗急需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企业一直在讨论将经济走廊扩展到阿富汗的可能性。塔利班还表示希望中国投资阿富汗的自然资源，以此作为修复自去年美军撤离后国际援助停止以来几乎崩溃的经济的一种方式。谨慎开局等待中国股票交易员假期归来。彭博社：投资者表示，预计中国股市周四将在黄金周假期后低开，消费类股的任何上涨预计都将是短暂的。基准的沪深300指数已连续3周下跌，自2019年第一季度上涨20%以来势头减弱。不确定性包括制造业疲软和地缘政治风险，例如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及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疲软。中国进一步下滑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美国下滑。彭博社：在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中国已跌至第179位，与朝鲜一起在无国界记者组织 RSF 编制的评级中垫底。在2名记者遇害后，美国的排名也下滑了3位至第45位。与此同时，挪威保持了榜首的位置，爱尔兰上升了4位，位居第2，香港上升8位至第140位，而新加坡上升10位至第129位。苹果是一家中国公司。金融时报： Apple 与中国及其政府的密切关系，意味着这家科技公司面临投资者应注意的风险和复杂情况。
尽管其近1/5的收入来自中国市场，但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 CCP 会制裁在该国运营的公司，并间歇性地屏蔽在线和数字内容。Apple 遵守或与中共目标合作，使该公司在中国的形象可信度提高。尽管偶尔会谴责和监控本地应用程序的政治声明，但 Apple 也向中国官员出售了用户数据，鼓励面临苹果与中国势力交易信息不完整的投资者注意此类风险提示。某些 Apple 投资可被视为一种地缘政治选择和一种经济杠杆，中国可以利用这种选择在未来针对美国的利益。新加坡国防部长警告说，美中战争将对我们所有人都是灾难性的。日本时报，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呼吁印太地区的政府和军方领导人加深相互了解，并警告说，美国和中国在亚洲发生实体冲突对许多国家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鉴于欧洲和亚洲同时发生的战争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NG 呼吁地区领导人重申他们对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承诺，理由是全球贸易联系的关键作用以及减轻误判风险的必要性。任何与台湾寻求美国合作制造下一代战斗机。路透社，台湾正在寻求美国的帮助来开发其下一代本土战斗机，因为它正在寻求提高其技术实力，以抵消中国对其领空的入侵。台湾国防承包商航天工业发展董事长胡启雄表示，该项目包括开发发动机、航空电子设备、控制系统和环境控制，而国产飞机的开发是我们必须走的路。台湾空军一直依赖法国和美国的飞机，包括 F-16和幻影战机，但其国产喷气机队的历史可追溯到30多年前。特斯拉全球提价，中国涨幅最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在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几个主要市场上调了 Model 3轿车和 Model Y SUV 的价格，其中国制造的汽车价格上涨了2000元人民币和289美元，但由于早些时候的降价，价格仍低于2021年初。Model Y 在美国的起价为47240美元， Model 3起价为40240美元。上个月末，特斯拉将其高端 Model S 和 Model X 的价格提高了2500美元。一些分析师认为，特斯拉的策略是通过测试弹性和扭转客户对进一步降价的预期来增加需求。爱情、野心、无政治，中国女性蜂拥而至读张爱玲。华盛顿邮报，中国作家张爱玲的作品已成为中国年轻女性喘息的源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关注个人，如爱情、性和野心。张因蔑视父权制规范，拒绝民族主义以及对日常事务的热爱而受到赞誉。他不关心政治的决定引起了现代读者的共鸣，他们被他挑衅的生活方式和讽刺的世界观以及他简洁明快的散文所吸引。去年11月，北京一家出版社20多岁的编辑曹志新走上北京街头，抗议中国政府的零新冠政策，并认为常是他的文学偶像之一。许多读者都在追求以张为灵感的上海之旅，在那里粉丝们可以参观他的出生地或主题咖啡馆。他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归因于他清晰的头脑以及中国年轻人的幻灭。他们被告知他们正经历着中国历史上的这一伟大时刻，但他们感到错位和被排斥，不再只是重要，台湾的未来变得不可或缺。悉尼先驱晨报，美国和其他6个发达经济体的领导人发表声明，确认台海稳定是全球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与之前使用的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不同。这样的声明旨在阻止中国攻击台湾，并增加在发生冲突时其他国家干预的预期。此前，中国一直在增加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和警告，包括修改征兵法以允许退役军人重新入伍。缅甸释放2000多名持不同政见者。半岛电视台，执政的缅甸军政府宣布将基于人道主义理由赦免2000多名政治犯，以纪念5月26日的佛教节日卫赛节。这些囚犯因煽动罪被拘留，可能面临最高3年的监禁。自2021年2月从昂山素季民选政府手中夺权以来，军政府一直在对反对派进行暴力镇压。自那以后，军方拘留了数千人，并通过致命武力确立了控制权。尽管宣布大赦的消息经常出现在重大节日期间，但最新的姿态是在中国外交部长秦刚访问缅甸并与政变领导人敏昂莱举行会谈之后做出的。此举暗示了加强缅甸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可能会增加对军政府的支持。与此同时，暴力抵抗在该国多个地区扎根，军方以空袭作为回应，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以大学教授身份重返公众生活。南华早报，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已在中国以外的4所学校担任教授。马云在上海发表有争议的演讲后恢复了与学术界的联系，他在演讲中批评了银行业，
导致蚂蚁集团的 IPO 计划在最后一刻被取消。香港、日本、以色列和卢旺达的大学已任命马为客座教授，负责对农业、金融和环境等领域的研究做出贡献。中国以新的监视策略派出无人机在台湾上空盘旋。彭博社，中国派无人机飞越台湾，这是他在1周内第2次采用这种策略。这一次，据信成都飞机工业制造的 BZK-005 飞越了该岛敏感的防空区。CNA 报道称，这架无人机向北飞行，然后转向东方，然后转向南方。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执行任务的确切时间。事件发生之际，北京宣布已部署一架潜艇侦察机，就在发现一件身份不明的美国军事装备漂浮在中国大陆附近的那一天。在印度，人口增长的消息重振了病毒式伊斯兰恐惧症。日本时报，尽管宣布印度已经超过中国成为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大多数印度教信仰的社交媒体影响者一直在传播虚假的人口统计数据，声称该国正在转变为伊斯兰国家。阴谋论表明，尽管出生率全面下降，但穆斯林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印度教徒，并希望建立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印度上一次于2021年进行的全国家庭健康调查显示，总体生育率为每名妇女生育 2.0 个孩子，穆斯林妇女略微上升至 2.3 个孩子。皮尤研究中心预测，到2050年，印度的穆斯林社区将增长到 3.1 亿。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后通往冷和平的道路。金融时报2本关于俄罗斯的新书认为，要在这个冲突时代妥善处理这个国家并管理期望，重新审视俄罗斯过去破灭的希望至关重要。冷和平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尔·道尔的作品，他回顾了1990年代未实现的希望。而伦敦国王学院的博士后研究员杰德·麦格林 （Jake McGlynn） 在俄罗斯战争中探讨了当前俄罗斯侵占情绪的原因。两人都建议保持适当的低期望，希望以冷和平代替与俄罗斯的无休止战争。香港作为商业和金融中心，比新加坡更具优势。研究，南华早报，一项新的研究将香港评为寻找亚太地区总部的企业的首选，这要归功于其金融实力和人才水平。与此同时，新加坡在环境和社会治理问题以及科技产业规模方面表现良好，但在其他领域表现不佳。建议香港的企业占用者尽快采取行动，以在可用性高的情况下获得更优惠的租赁条款。翻新 iPhone 提升苹果在印度市场的份额。金融时报，印度的翻新智能手机市场推动了对苹果 iPhone 的强劲需求。随着该公司在全球第3大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不断增加，该公司将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该国。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数据显示，2022年 iPhone 占印度二手智能手机销量的 11%， 高于前一年的 3%， 是印度增长最快的翻新品牌。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于4月会见了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已在该国开设苹果公司的第1家商店，并正在增加业务以减少公司对中国的依赖。人工智能监管有争议的预测可能意味着严厉的监督。金融时报，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 AI 先驱 Geoffrey Hinton 从谷歌离职可能会促使监管机构针对人工智能 AI 日益增长的力量立即采取行动。Hinton 认为 AI 进步太快，很快就会让公众无法区分事实与虚构。人工智能的监管存在一些风险，并且可能比以前的技术更加严厉。然而，中国已经决定生成人工智能服务必须通过安全审查。PitchBook 显示，该行业在第1季度筹集了17亿美元，与已宣布但未完成的近110亿美元的交易相比相形见绌。智利控制里的举措可能会吓跑投资者。金融时报，智利试图通过国家控制主要锂项目来开发其丰富的电动汽车电池金属资源，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矿业高管和分析师担心这将削弱智利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这可能会使几个非洲国家、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受益。此举使智利在加强国家控制方面更接近玻利维亚和墨西哥，但中国集团可能仍热衷于填补这一空白。来自更多国家参与的战略挑战对 SQM 来说最为严峻，这是一家有争议的公司。其合同将于2030年到期，其最大股东是智利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前女婿胡里奥·庞塞。阿塔卡马开采将面临环境阻力，尽管初级锂矿商有机会，但引入新竞争的努力却步履蹒跚。智利有可能从去年的世界第2大锂生产国跌至2030年的第4位，其份额有望从近1/3缩减至 12%。中国限制海外访问企业注册数据库。彭博社，中国数据提供商已停止向海外客户提供敏感的企业信息。Wind 资讯已停止允许非中国大陆客户访问其企业注册数据库，
而 KICKEC 和天眼超数据库也已下线一段时间，海外客户还面临续订问题。尽管经济基本面有所改善，但随着投资者变得更加谨慎，此举加剧了试图访问中国敏感数据的外国公司所面临的困难。MSCI 中国指数较1月份的峰值下跌了约 17%。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Wind 和天眼查不予置评，其查查未予回应。太臭了！印度每天倾倒18000个奥林匹克规模的未经处理的污水池。南华早报，据政府估计，印度处理的城市污水不到1/3，相当于每天处理18000个奥林匹克规模的游泳池未经处理的污水。该系统也没有很好的连接到家庭，许多植物不符合环境法规，导致水稻被污染和致命。垃圾处理在印度是一个文化问题，由于垃圾桶不足和文化习俗，污垢经常留在街道上，这使得垃圾处理的肮脏成为谈话的禁忌话题。Redula Romesh 建议安装由非政府组织或私营企业提供部分资金的分散式处理厂，将完全处理后的污水重新利用或排放到当地湖泊中。白宫呼吁科技公司讨论人工智能风险。南华早报，据法新社报道，白宫高级官员将于周四与谷歌、微软、OpenAI 和 Anthropic 的高管会面，讨论人工智能的潜力和危险。与会者将讨论如何确保公众从 AI 中获益，同时免受其风险。邀请函称，乔·拜登总统希望科技公司确保产品在向公众开放之前是安全的。美国监管机构已采取初步措施起草可能会减缓新技术发布的 AI 法规，包括 IBM 决定暂停招聘 AI 可以承担的角色。随着住房成本上涨，欧洲的黄金签证计划正在消亡。彭博社，葡萄牙已采取行动废除其实施了11年的黄金签证计划，该计划为愿意在该国投资的外国人提供居留权和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投资者需要在葡萄牙的房产上花费至少35万欧元，38万3千美元，每年在该国停留7天，才有资格参与该计划。葡萄牙官员将对飙升的房地产市场的担忧列为决定关闭该计划的原因之一。爱尔兰政府在2月份也这样做了。直接结果是，西班牙和希腊对各自计划的兴趣激增。虽然许多国家的签证计划似乎偏向于富裕的中国公民，让他们有机会在欧盟自由生活和旅行，但市场数据表明黄金签证对房产价值的影响微乎其微。尽管有人担心这些计划与高档化和外国投资被批评者视为殖民地。贱民普京。外交事务，国际刑事法院 ICC 宣布已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发出逮捕令，这可能开创了一个可能牵连其他俄罗斯精英的先例。政府内部的许多人现在正紧张地注视着退出。然而，近10年的单独制裁未能分裂俄罗斯的领导层或削弱普京，相反，他的盟友团结在他周围，该政权变得更加孤立反西方，并且更加注重人际关系而不是政策专业知识。在此期间，制裁使俄罗斯领导层统一了他们与西方保持紧张关系的愿望，而西方的压力加剧了俄罗斯内部对任何试图避免制裁的精英成员的怀疑。普京的政权一直是安全部门、武装部队和各种技术官僚、经济学家之间的联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军方和民间团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那些将俄罗斯视为全球和西方经济一部分的技术官僚们终于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的雇员。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对普京的逮捕令被视为邀请精英集会反对总统，而不是围绕他。未来对俄罗斯政府其他成员的任何逮捕令都可能导致一些人采取措施保护自己，而其他人将寻求成为目标，希望提高他们在政权中的地位。当然，普京只有在被捕后才会在国际刑事法院接受审判。但俄罗斯不承认法院的管辖权，这意味着除非他前往承认的国家，否则他不会被逮捕。即便他去非西方国家，他也一定会确保自己不被逮捕。中国扩大反间谍法只会加速外资外流。日经亚洲，中国新反间谍法将于7月起生效，通过赋予警方监督其工作、财务和人员的权利，加强对所有外国非政府组织、企业和学术机构的限制。除了危及外国公司员工的安全和抑制跨境经济活动外，人们普遍预测它还会进一步损害投资者对该国的信心，并严重打击资本外流。这是近几个月来的一种蔓延趋势，导致现金流出受限，数十亿美元的中国对外投资受到打压，让中心再次充满活力。外交事务，根据 Andrew Moraksik 的外交事务专栏，需要一种新方法来振兴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中心。文章认为，由苏联解体和战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妥协破裂导致的反全球化主义已经改变了西方政治。文章认为，这种转变加剧了选民的不满，进而导致国内和国际上的政治动荡和功能失调。
结果，多边机构对西方优先事项的支持减弱，而对自由民主的信心下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Morozcik 认为西方政府需要在保持对世界开放和维护国内经济安全之间恢复平衡。他警告说，试图让时间倒流并重现冷战时代或向内转是行不通的。在整个冷战期间，左翼和右翼政党都支持自由国际主义，西方领导人在意识形态和全球化方面看到了政治优势。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政客议程变得更加新自由主义，更加关注市场驱动的全球化，以获得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界和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柬埔寨准备举办具有中国风味的冬运会。日本时报，第32届柬埔寨第1届东南亚运动会于5月14日迎来了来自其他10个国家的110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和代表，比赛将持续到5月17日。今年的东南亚运动会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 ，PAN 在由中国公司建造的新 Moradok Techo 国家体育场，中国支付了1.6亿美元的费用。区域荣誉任重而道远，但参赛者也将把目光投向9月至10月在中国举行的亚运会和明年的巴黎奥运会。中国外交部长吹捧缅甸之行的友谊。半岛电视台，中国外交部长在内比都会见了缅甸最高将领敏昂莱大将。秦刚的此行使他成为自2021年2月接任该国民选政府以来会见政变领导人的最高级别中国官员。这次访问正值缅甸在一场令人发指的军事政变2年后继续升级之际。中国是缅甸军方为数不多的主要盟友之一，也是该国最大的武器供应商和贸易伙伴之一。为了深化两国关系，秦在与将军的会晤中承诺进一步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近300人在美国和欧洲被捕。南华早报，一项全球执法行动导致近300人被捕，没收了超过5300万美元，并关闭了一个专门从事毒品销售和其他非法商品的暗网市场。大多数逮捕153是在美国进行的，合成阿片类药物危机导致的年度死亡人数超过了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国人死亡人数的总和。这项名为 Spectre 的全球行动是同类行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旨在打击贩毒和暗网。TikTok 的美国信任和安全负责人因压力增加而离职。南华早报，多年来一直领导 TikTok 美国信任和安全业务的埃里克·韩 Eric Han 将离开公司，因为美国政府要求禁止该视频共享应用程序的压力越来越大。去年12月 Han 被提拔为该公司新近封闭的美国数据业务的信任和安全负责人。TikTok 正面临与其归中国科技巨头字节跳动有关的国家安全审查，以及多项可能限制对该应用程序访问的国会法案。美国立法者质疑耐克、阿迪达斯在中国的强迫劳动。彭博社，美国众议院中共特别委员会 CCC 已致函耐克、阿迪达斯和中国购物平台 Shein 和 Temu， 询问可能进口在中国使用来自美国的强迫劳工生产的产品。新疆地区，中国强迫维吾尔人在该地区使用强迫劳动。美国指责中国侵犯新疆穆斯林维吾尔人的人权，这是更广泛的种族灭绝运动的一部分。国会于2021年通过了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该法禁止该地区的商品进入美国。随着美中竞争的加深，印度在人权问题上获得免费通行证。南华早报，拜登政府选择不公开批评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日益专制的做法，因为美国努力让印度在与中国的斗争中站在自己一边。尽管担心莫迪倾向于打压宗教少数群体和媒体，并以反对派立法者为目标，但政府认为印度对其在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目标越来越重要。这种情况提醒人们，美国对人权的关注如何与其在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等竞争对手时需要盟友的战略现实发生冲突。印度人口众多，如果没有得理的参与，就不可能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一位官员表示，印度仍然是美国印太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北约开设日本办事处，深化印太接触。日经亚洲，据日经亚洲报道，北约正准备在日本东京设立联络处，这标志着该防务联盟首次在亚洲建立存在。在人们对中国日益强硬的军事自信日益担忧的情况下，新办公室将使北约能够定期与日本和包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主要区域伙伴进行定期磋商。秦刚警告缅甸暴力溢出，呼吁稳定边界。南华早报，中国外交部长警告称，缅甸可能出现暴力外溢，并呼吁维持稳定的边界并打击跨境犯罪。秦刚在最近访问西南边陲省份云南时表达了他的担忧，他呼吁政府、军队、警察和平民加强该地区边界周围的防御系统。
随后，他继续前往缅甸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然后前往印度参加上海合作组织会议。自2月发生军事政变以来，缅甸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尼泊尔警方在雪崩后寻找5名失踪人员。路透社，尼泊尔西北部的5名村民在寻找喜马拉雅伟哥时，在拜亚斯村附近的营地发生雪崩，随后失踪。自周二以来，4名妇女和1名男子失踪，并有7人逃脱。数百名村民在夏季前往喜马拉雅山脚下采摘这种类似真菌的药草。2007年，在与中国接壤的偏远 Dopa 地区，16名采集这种昂贵药草的村民在一场暴风雪中丧生。我们活了下来。华为在美国制裁后寻求当地解决方案。金融时报，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描述了华为如何在中国政府的资助和北京方面的资助下，试图引领中国企业减少对西方技术的依赖。该报告表明，尽管在复制复杂的芯片制造工具，例如由荷兰公司 ASML 主导的光刻技术，并且越来越多地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贸易限制方面，华为的进展一直很艰难。华为已经构建了软件来取代它不再能够访问的美国系统，并且在遭受美国制裁的影响，包括停止 5G 智能手机制造后，一直在寻找国内替代品来替代13000多个组件。与此同时，中国20多个城市的地方政府都部署了华为的 AI 芯片，建设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华为在取代西方技术方面的成功，预计将使其在2022年至2026年间有更多机会进入中国2.38万亿美元的数字化转型市场。获奖的中国数学家从美国回到北大。南华早报，中国数学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助理教授孙鑫将作为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的一名受聘人回到他曾就读的北京大学。他最近获得罗洛戴维森奖，该奖表彰了他研究的随机表面的2个模型，包括随机平面图和 Liouville 量子引力。政府官员表示，泰国正在与 CATL 和其他公司就潜在的电池工厂进行谈判。路透社，泰国希望吸引电池公司在该国建厂，以成为中国以外的区域电动汽车生产中心。该国将提供税收减免和补贴，以实现其雄心壮志，寻求该行业的电池生产厂以及充电器等重要部件的本地生产。泰国投资委员会秘书长表示，政府希望将支持和补贴直接用于容量为 8GWh 或以上的大型电池设施。据报道， CATL 拥有 37% 的全球市场份额，是与泰国进行谈判的公司之一。印度为巴基斯坦和中国反对的克什米尔 G20 会谈做准备。日经亚洲，查谟和克什米尔将于5月22日至24日举办 G20 旅游会议，这是该地区自印度于2019年取消其特殊地位以来首次举办重大国际活动。预计来自世界各地的政要将出席。从 Shikoh-Anam 国际机场驾车前往斯利那加的游客将看到一排排以印度国旗颜色照亮的灯柱和印有印度20国莲花标志的广告牌。伊朗总统抵达叙利亚与阿萨德举行罕见会晤。独立的伊朗总统伊卜拉欣·维希访问了叙利亚，这是10多年来伊朗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叙利亚。自2011年冲突开始以来，伊朗一直通过从该地区派遣顾问和战士来支持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政府。俄罗斯还支持叙利亚政权，帮助其重新控制该国大部分地区。伊朗寻求促进重建工作和逃离叙利亚的难民返回家园。最近几周，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在内的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向叙利亚政权靠拢。今年3月，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同意在7年的紧张局势后重建外交关系。叙利亚的冲突导致近50万人死亡，并使该国占前2300万人口的一半流离失所。值得一读，善意的地狱，美国的外交政策精英和美国首要地位的衰落。斯蒂芬 ·M. 沃尔特 Stephen M. Walt。 斯蒂芬 ·M. 沃尔特认为，美国应该采取离岸平衡的大战略来维护其首要地位并保护其利益。离岸平衡包括专注于维护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并对抗欧洲、东北亚和波斯湾的潜在霸权。美国将鼓励其他国家带头遏制崛起中的大国，只在必要时进行军事干预。这种方法将使美国能够减少国防开支，最大限度地减少军事承诺，并降低恐怖主义的风险。沃尔特断言，离岸平衡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因为它指导美国外交政策已有数十年之久，防止危险的地区霸权出现，并维护增强美国安全的全球力量平衡。然而，背离这一战略导致了代价高昂的失败，例如越南战争、北约扩张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沃尔特认为，从长远来看，回归离岸平衡战略将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利益和安全。观看华尔街电视台对本书的讨论中文。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6dobrief.com